科长，跟您反映一个情况，昨天有人来报案。你说吧。鲁艺的一个老师跟我们反映了一件怪事，说一波进步青年投奔延安，他们到了铜川的时候，遇见了康大招生办的何教官，告诉他们今年可以提前报考康大，其中有2个同学就跟着何教官走了，剩下的那3个同学就去了鲁艺。前2天，这3个同学想去康大看看那2个同学，但是没想到他们到了康大才发现，康大根本就没有这2个人。有多长时间了？1个星期了。来，吃饭了啊！来，吃吧，趁热啊！吃饭吗？哼，我鲁莽，我冒进，我不负责任，一来就给我扣3顶大帽子，我哪有脸吃饭？你以为我是因为你对国民党黄荣藩的态度把你关起来的吗？我是让你冷静冷静。你知道你那一枪打死的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你说什么人？要杀你的人，特务。那不是一般的特务，他是汉江班潜伏下来的特务。你们一共抓了几个人？2个，我们守了2天才收的网。还有个落网的，当时就躲在房上，等你们撤了以后他就逃跑了。不可能！可不可能？这是事实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问郑飞。他交代了，你打死的那个人，就是刘家铺潜伏组的组长。本来我是可以从他嘴里知道佛爷是谁，就被你这一枪，把线索给打断了。你说你那枪打得对吗？你说说，你对不对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妈的，这帮狗特务太狡猾了！哎，可当着那种情况，我不可能不开枪啊！老岳，咱们2个刚刚开始配合工作，对于我的一些工作做法，你恐怕不太了解，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，我也有责任，我向你道个歉。哎，你这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哎，看我这一枪开的，把所有线索都打掉了。老总，那你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只能等下一次机会了。老岳啊，我想让你到铜川去走一趟。铜川，干什么？昨天鲁艺的老师来报的那个案子，大有文章可做。据郑飞交代，军统派到边区的还有另外一个组。青年学生神秘失踪了，我一直怀疑跟那个组有关系。秦书燕到康大去调查了，康大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姓何的教官。你带上亮亮和刘猛，把这个案子搞清楚，挖出这个组，把他们的网络一定查清楚。行。韩武回来啦。卢科长，我去了一趟三道湾。三道湾有个老孙头给我反映个情况啊，他说前天晚上在村后小树林边捡粪的时候，他看见过俩人。小树林儿，那可是案发现场啊！这俩人长什么样啊？俩人是一男一女，男的30多岁，女的20多岁。老孙头说都是生面孔，从穿着打扮上来看，应该是城里人。那男的穿的什么衣服？男的穿干部服，深蓝色的，留着小分头，跟照片上郭德林挺像。那女的呢？女的有什么特征？女的，老头说长得挺好看，留2根辫子。穿什么衣服？这老头没记住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？别的没啥了。
那这俩人在一块儿干嘛呢？哦，老孙头说了，当时这俩人好像是在吵架。吵架啊？为什么事吵？离太远，他没听清，反正感觉应该是在吵架。就没别的了？别的真没啥。罗科长，罗科长，哎，这样，哎，那边过来，来，过来。你们来仔细看一看这根毛线的颜色和质地，把它记住了。这有可能就是从那个女人身上刮下来的。你们顺着这个线索，普遍的去查一查，全延安的机关、学校还有商铺，如果发现有穿这种质地毛衣的女人，那我们侦查的范围就大大的缩小了。啊，去吧。好。好。今天让你尝尝我从武汉带过来的正宗的西湖龙井啊！我敢说，这种茶在延安你是不可能喝到的。只可惜啊，茶具稍微差了点。怎么样？好茶，味道醇厚，沁人心扉。行家，我一看你就是品尝的行家。行家谈不上，西湖龙井还是喝过的。哎呀，只是可惜现在这个日本人占领了杭州，国民政府又在武汉，那将军们要想喝到当年的这个西湖龙井，是不是得费一番周折呀？这个鱼有鱼道，虾有虾道啊。你像我们要是想喝到正宗的西湖龙井的话，我有我们的渠道。哎，你今天来有别的事儿吗？啊，对，今天来呢，一共是2件事。一个呢是为昨天晚上我们的同志对你不礼貌了，表示道歉。哎，道歉就不必了，关键是抓紧时间破案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们会如期破案的。这第2件事呢，就是为了这个案子，希望能够得到黄主任的协助。没问题，你说吧。是这样，我想查一下这郭忠孝随身携带的物品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。这个不行，这个绝对不行。郭忠孝是什么人呢？他是国防部派出的军官代表。第二，他是机要参谋。他所有的东西90%那都是机密材料。别说你们八路军想看，就是我们代表团团长要看的话，他都得向上请示才行。我对你们所谓的军事机密啊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了解一下郭忠孝在延安的关系人的信息，请你想想办法。那也不行，那肯定不行。这个必须得请示国防部。可是现在我没有时间等你报到国防部，那兄弟就爱莫能助了。好，告诉你。哎，你慢走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有一件事儿啊，忘告诉你了。你说，那个郭忠孝啊，死得非常的蹊跷。你现在又不配合，所以我们侦查科有理由相信，是你们国军军官内部产生了矛盾，然后互相残杀，然后又贼喊捉贼，嫁祸于人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你这么说话就是胡说八道。你看看，从您现在的态度，这种嫌疑就更大，所以我现在马上上级汇报。哎，等等，你是在威胁我是吧？不是，咱们2个现在是一个战壕里的，我没有威胁你。这个案子早日破了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我可以为边区政府证明吗？你可以回国防部交差。一个高级的军官在延安死得不明不白的，
你这个军官代表团的事务主任，有什么好果子吃？要不，要不这样啊？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把他那皮箱拿过来。不过有一点啊，它里边的机密材料我必须提前拿出来。没问题，你看着我查。在这等我啊。等一下啊。老岳，怎么样？边区检查站和民兵连我都问过了，他们都没有看见过这个抗大的招商教官。奇怪，会不会是他们有所察觉了，或者转移了？怕就怕这个，或者他们不在铜川活动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等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狐狸尾巴什么时候露出来，咱们等。这是在延安，你用不着这么谨慎。太乱了，还没有来得及收拾。已经担心死你了。到了延安，有人捎个信给我。我从马部长那儿才知道你平安到了延安。瞎操什么心呢？我这不是挺好吗？好心当做离开费是吧？你要经过这么多的敌占区、国统区才能到延安。我一听到你的路线就替你担心。你可倒好，一点都不领情。他们拦不住啊！我是谁？好，你能，以后再也不管你。那你不管我，谁管我呀？我认错还不行吗？到了延安以后，没能第一时间向你去报道，我错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我今天见到马部长了，他到我们军委机要局去汇报工作。马部长把你这边的情况一说，我就决定先不打扰你。这不，晚上我才过来看你来。看吧。你织的？当然了。这个颜色是不是太红了？红色的好看，你肤色白，系红围巾最好看了。来，站远点让我看看。啊，转个圈。转个圈儿。你刻着延安城长去，看看还能不能找着第二条这么漂亮的围巾。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。
个个儿这么点儿大，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嘘，过来过来。科长的秘密，我算是知道了。什么秘密？感情的秘密啊。感情秘密？有一个女同志啊来找科长，被我看见了，现在正在里面呢。他们俩的关系啊肯定不一般。谁呀？军委机要局的漂亮姑娘关梅啊。关梅啊？关梅怎么可能跟鲁科长？嘘，小声点。他们俩怎么就没可能呢？感情这东西，谁跟谁都是有可能的。比如说我跟你吧。哎，停啊！感情的事儿，谁跟谁都有可能。那我跟你，绝对不可能。哎，咱们俩怎么就绝对没可能了？你把绝对去掉。不能去，咱俩的事儿就是不可能。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在这听人家窗户根子，你这叫侵犯隐私，知道吗？赶快睡觉去。还愣着干嘛呀？快！这，快睡觉啊！有黄颜色的吗？没有。那以前卖过吗？以前也没卖过呀。谢谢啊。我帮你问了，同志，我们鲁艺学校的女孩子呀，很多都穿毛衣，有红的、蓝的、白的，可就是没有你说的那种黄色毛衣。盯了大半天了啊，连个何教官的影子都没看见，是不是咱们侦查科得到的线索有问题啊？你等等看。我跟那位哨兵聊了一下，他说这批学生是最后一批了，一般天黑后啊，就再没有学生过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今天分头在延安范围内走访了很多家单位、乡村，还有街边的商店，几乎是地毯式的轰炸，但就是没有找到穿这种毛线织成毛衣的女孩子。啊，科长，咱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呀？这样找下去不是个事儿，整个延安有10几万人呢，要从这里边找到一个女孩子，那是大海捞针呢。哎呀，离上级给的破案时间就剩下3天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别着急。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越不要着急啊！涉案的总会有谜底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时间不等人呐。这样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，郭德林来延安以后，为什么会把一个女的约到那么个地方去干什么？那个女的是谁？跟他又是什么关系？十有八九是相好的呗。从穿衣打扮上看，这个女孩子应该算是个时髦的人。很有可能是从国统区过来的进步青年，那郭德林不死心，趁来延安的机会看看过去的情人，这说得通。那他为啥会被杀呢？2个人分手了，言语不合，新仇旧恨加一块，那女孩子一着急就把郭德林给杀了，这还是说得通啊。这个不太可能。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这个案子不是一个姑娘所为。如果是情杀的话，那没有必要伪装现场啊，这里边肯定有一个更大的动机。来，大家辛苦了，喝点小米稀饭，吃点蒸南瓜。来，马大爷，哎，你先别忙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哎，说。你最近见没见过漂亮姑娘？这个臭小子，净逗马大爷。马大爷成天在家做饭，到哪儿见漂亮姑娘？我见了漂亮姑娘就一个，秦书燕。你这天天在集市上出出进进的，咋能见不着漂亮姑娘呢？哎呀，行了，别没大没小。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啊，那我不开玩笑。马大爷，我说真的啊，你最近上街买东西、办事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姑娘，长得挺好看的，梳2个辫子，然后穿一个黄色的毛衣？黄色的毛衣啊，什么样的？来，这种毛线的。哎呦，这种毛线可是贵重了，在延安都很少见，最多也就
织条围巾什么的。我说毛衣，毛衣没见过。陆科长，陆科长，哎，陆科长，那你干啥这去？么晚了，你吃点东西再走啊！你看，哎呀，科长，等等我！干什么呢？同志，我是边防侦察科的，我要见一下机要局的官媒。请士多熄灯休息了，有事明天再来吧。不行，我等不到明天了，我今天晚上就要见他。那也不行，这是军委机要局，有规定，晚上不能接待客人。同志，你通融一下，我是他未婚夫。那就更不行了，你也是军人，军人条例不懂吗？退后！我知道。退后！科长，科长，你这么晚跑出来是要找关门呀？啊！哎呀，现在太晚了，这是军委机要局，咱别在这儿找麻烦。哎呀，走吧，有啥事明天天亮再说。关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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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叫开枪了啊！关门！哎，住手！出来，出来！小同志，通融一下啊，他是我未婚夫。见谁都不行，这有规定。我跟他就说一句话，就一句话啊！干什么啊？大半夜的闹到局里来？我听你这口音，你给我织那个围巾，那毛线在哪买的？就为这事儿啊？啊？至于吗？至于，很重要。我破案。那个不是在商店买的，是在边区的一个商人那儿买的。哪个商人？住哪儿啊？住在城里的2道街8号院。那个商人姓周，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了。他进了一批毛线，5颜6色的，我们局里的好多姑娘们都买了，我也跟着凑点热闹。啊，在2道街8号，姓周的。对。你现在去啊？我现在去。啊，不动再说。哎，你又干啥去啊？这是6号。8号，就这儿。谁啊？你是周先生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边保侦察科的，来找你问点事儿。我们能进去吗？行，进屋吧。进来。二位长官，看在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，饶了我吧！我就干了这一次。我再也不敢干了，求求你们啊！求求你们！老周，你这是饶不饶你，那要看你的表现了。你要说实话。我全说，这事都怪我，财迷心窍。购物的李二麻子跟我说，到榆林城进点黑货，拿到西安城能放5倍的价。上个月我到榆林城进了3块，也就是1两。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抓到我了！哎呀！烟土的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，现在先问你点别的。你先起来说话。站起来。你是不是进过一批毛线啊？有。上个月9月份的事，我从榆林城，带回来的，那个颜色特别鲜亮，1传10，10传百，没上货架都卖完了。有没有一种黄色的？有一种黄色，嫩黄的，
那颜色比较俏，我没敢多进，就进了3斤。都卖给谁了？有一个姑娘看上了，全拿走了。那姑娘长什么样？那姑娘长得挺好看，还梳了2个大辫子。你好好想想，她姓啥叫啥？这我就说不上来了。不过什么？当时听他们说，她好像是你们八路军后方医院的护士。别等走。走。最近伤员特别多。是啊，都连续加了2天的班了。那你也要多注意休息。嗯。请问，您是谢英文同志吗？啊，我是。我是编保侦查科的，我们科长想跟您谈谈，了解点情况。谢英文同志，你是啥地方人？湖北人。你是怎么进的延安后方医院工作的？原先就是学护士的，投奔延安之后，想在专业上做些贡献，正好后方医院缺护士，就考进来了。你认识国防部2厅的机要参谋郭德林吗？认识。你们俩啥关系？一般关系。有多一般？我们只有在武汉的时候才认识。就仅仅是认识吗？那他为啥到延安来不找别人，就偏偏找到你呢？谢英文同志，请你抬起头来，把你知道的情况全都告诉我们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不想跟你们说这些。你必须说，而且要一字不漏的跟我们全部说清楚。我真的不想说这些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去问他。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前天下午，有人在桥沟的河岔边发现了郭忠孝的尸体。他死了。根据现场判断，是死于他杀。现在边区保安处要求，要尽快破案。你是他在延安的唯一关系人，所以你必须说清楚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不错，挺好的。你还别说啊，你们俩这一打扮，还真的挺像进步青年的。老岳，你觉着我这合适吗？我这气儿都喘不过来了。不错啊，很好。亮亮，你就不能给我找个合适的呀？啊？我这身衣服好找，那你那就麻烦了。人家进步青年都是为国为民、废寝忘食的学习斗争，哪你这么胖呢？我胖怎么了？我胖就不为国为民了，我胖就不废寝忘食了。哪次冲锋的时候我冲在前面？好了，你们俩都别吵了。这是你们俩路条，记住，你们两个是洛阳师范学校，遇到事情千万别慌，我跟在你们后边，记住了？是。哎，谢英文同志，来，擦擦吧。谢谢。郭德林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枪杀，头部中弹。什么人会这么残忍？这也正是我们想知道的。郭忠孝的案件这2天惊动了边区的主要领导，上级要求限期破案，所以请你把知道的所有情况，毫无保留的都告诉我们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们，郭德林是我原来的男朋友。
说下去。民国24年，他在武昌的军官学校，我在护士学校，我们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。之后，他就开始一直追求我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年轻军官，就答应跟他交往了。那后来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后来，他到了国防部，我进了永康医院。我本来是打算结婚的，但是日本人占领了上海，我决定投奔延安。就是这个问题，我们产生了分歧。我决定离家出走，临走前给他留了一封诀别信，说断绝我们的关系。那他后来到延安找到你，是想恢复你们的关系？他这次来是要带我离开这儿。那天我们在三道湾谈话，就是他在给我做工作，希望我离开延安，并且向我求婚。那你是啥态度？我告诉他，我已经投身革命，不可能回头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就吵起来了，他骂我自甘堕落，将来一定不会有好结果。他的这种言行，我怎么可能容忍？所以我就说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。再后来，我就回到医院宿舍里了。那据你了解，郭德林有没有什么仇人呢？应该没有。今天就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们可能还会再找你。燕子，送送他。走吧。亮亮，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有点紧张呢？你紧张啥？这是咱们自己人的地盘。两位同志要去什么地方？俺俩是去延安的。去延安干什么？俺俩是学生，俺俩是荷兰洛阳师范的，俺是荷兰人。哦，那麻烦你们得把箱子打开，我看一瞧。好。咱就这么放他走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眼下我们没有证据，就得让他先回去。这是目前咱们唯一掌握的一条线索，至少是跟郭德林搭点边儿。要我看，搞不好这个谢英文就是个军统女特务，就是她杀了郭忠孝。办案是需要证据的，你的证据呢？你有证据能证明谢英文是特务吗？起码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他没有特务的嫌疑。科长，怎么情况？也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。走的时候还哭了一鼻子。科长，你说下一步咱该咋办呢？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谢英文好像有什么事情不想让我们知道，或者说他在刻意地隐瞒什么。这走了大半天了，别说人了，连个鬼也没看见，哪有什么何教官啊？我说那皮夹克是不是装神弄鬼，假装聪明？那我去后方医院了啊。你看，这是郭德林的随身衣物，我翻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线索。你再仔细的找一找。好像都是些衣服，能有什么线索？从随身物品里
一定能找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。你仔细找找，箱子底下、夹层里边都好好看一看，啊？知道了。我不走了，我这次真不走了。我你爱咋咋地，我不走了。你个死胖子，起来，起来你！哎呀，不走了！哎呀，要走你走。再坚持会儿。总骗我你。前面就是柳林镇了。哎呀，快别动！我不走了。我。两位同学，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？那个，我们俩去延安考抗大的。啊，去延安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个，我们是从河南洛阳来的，走到这儿实在走不动了。你们辛苦了，我是咱们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办的，我姓何，你们就叫我何教官吧。前面的村子不远有我们一个招生点，刚好我也去那里，一起顺路，我带你们去吧。哦，那个，我们找的就是你们啊！你们好，你们好。那我们俩跟你走呗。好，走吧，我带你们去。哎，好，哎。我也姓何，我叫何亮亮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进我们抗大呀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哎，走。哎，谢英文的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，我去问了他们后方医院的院长、护士长，还有一些病人，大家都反映谢英文平时工作态度挺积极的，经常加班加点，也没有啥怨言。去年他还写了入党申请书，现在是预备党员。接着说。啊。咱们延安条件比较艰苦，很多南方来的女同志都不习惯，但是谢英文从来没有叫过苦，叫过累。他在个人情感方面呢？他们单位有几个单身的男同事都追求过他，不过谢英文对个人感情方面要求比较严格，从来不跟他们随便说笑。不过有一个叫严良的外科大夫，这俩人关系走得比较近。有多近？据谢英文科里的护士们说，这个严良会经常到病房里去看他，有时候俩人还一起上下班。严良是在上海学的医，专业水平很高，人长得也不错，估计这俩人应该是在处对象。这个谢英文呢，离开了郭德龄，来到延安以后呢，找个男朋友，想成个家，这也符合常理。会不会是严良知道郭德龄又来纠缠谢英文，一气之下把郭德龄给杀了呢？这个说不通。这个谢英文已经表明了态度，要坚决地留在延安。郭德龄也没什么办法，严良为什么要杀他？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？说不通。谢英文人品没问题，严良又不会杀郭德龄，那这个郭忠孝到底是谁杀的呢？科长。怎么样？照你说的，我把郭德龄的箱子又搜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线索，就在夹层里找到一张照片，不知道对破案有没有帮助。这是郭德龄家人的合影啊！原来郭德龄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。国民党就会搞这种裙带关系。这个应该是谢英文来延安之前拍的。明白了。谢英文在说谎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今天谢英文在说谎。她根本就不是郭德龄的女朋友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啊，从照片上看，郭德龄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，这样的家庭是最讲究礼义廉耻的。按照谢英文的说法，她是郭家没有过门的儿媳妇，那么在未来的老公公和婆婆面前，应该是极为内敛和谦卑才是。她又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你看，看看她在照片中的姿态。他右手挎着郭德龄的胳膊，左手搭在郭将军的肩膀上。这样，你看到过没有过门的儿媳妇，右手挎着自己的未婚夫，左手搭在自己未来老公公肩上拍照片的吗？这不可能，别说在一个将军家里，就是寻常百姓家里，也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儿。那郭德龄跟谢英文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谢英文是郭德龄的亲妹妹。
亲妹妹。好啊，你马上去后方医院，把谢英文带到侦查科来，他有危险，我们要保护他。啊！快去，快去啊！报，罗科长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儿？外面后方医院有人来报案，说是一个叫谢英文的女护士，在医院宿舍里被杀了。